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特別來關心到是美軍被伊朗給打怕了，基地西遷被革命衛隊趕出了波斯灣嗎？這個時候，卡達也打臉川普，阿曼則是轉向。今天會來關心，包括了荷姆茲通行得先問德黑蘭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我們先歡迎來賓到場，前立委孫大筌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按下讚。那麼，觀眾朋友如果希望跟我們互動的話，可以在留言區一樣的留言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今天呢，我也會一一的回復大家的這個訊息，並且呢，可以告訴我們說你在哪一個城市，然後按下熱推薦。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從今天開始，7月1號開始呢，我們環球大戰線的主頻的頻道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的開啟了，歡迎觀眾朋友按加入來一起加入，在這個會員頻道當中可以享有更深入的而且更快速的解析，並且還會可以享有直播 Q&A 等等的特別福利，歡迎觀眾朋友一起來加入。今天先來關心到這一場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美軍的前高層在這個時候開始示警了，說，我們在中東的基地呢，不能只是照現在原來的基地來做設置了。必須要做一個很大的重整，因為呢，現在美軍基地等於是淪為伊朗的一個打擊的靶場了，代表美軍在區域的優勢已經受到動搖了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美軍之所以說這個基地可能要被迫後撤或者是西遷的原因，就是因為伊朗的飛彈射程現在是已經可以超過4000公里了，再加上大家現在在新關注說，很多款的中國武器的供應鏈可能在介入伊朗來使用。所以美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嗎？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就外交面來看，伊朗拒絕跟美方的高層談判，而且在荷姆茲海峽這邊掌握了許多的優勢，包括了這個分段的航線，跟它開始要收取服務費，全球航運能源秩序會被重新定價改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首先來關心到的是，美軍真的被伊朗打怕了嗎？這一次呢，其實我們看到它不是自吹而已了，伊朗，而也不是外界所說的陰謀論，因為是連美軍的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揮官小麥肯錫他自己親自的來做示警了。他特別說到是美國在中東的基地部署必須要全方位的調整。他怎麼說的？來看細節。他說，沒有任何腦袋正常的人會把中央司令部前進總部設在離伊朗只有160公里這麼近的地方。美軍應該要大幅的把我們的基地呢向西大幅的散開去做調整，這樣子呢，伊朗才會更難發現我們的基地，也更難做打擊。原因是因為你離它太近的話，不就變成了伊朗的這個箭靶了嗎？再來，我們來看到華爾街郵報也正式的做了披露，說近期美軍之所以害怕，就是因為伊朗多次的透過它的飛彈跟無人機，朝着美軍位在巴林的海軍基地來做攻擊，已經造成了當地不管是在指揮中心、它的通訊設備以及多棟建築都因此受損了。來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統計，伊朗已經重挫了，包括了15座的美軍基地，從戰爭爆發到現在，228處的建築跟設備都因此遭到損失，所以小麥肯錫才會認為說，這個基地呢，我們趕快向西移吧，或者是做一個分散性的一個部署。但是問題是，剛剛提到的嘛，伊朗的飛彈射程4000多公里，美軍能撤到哪裡？大家也在質疑，難道撤到歐洲去嗎？還是乾脆整個退出波斯灣呢？今天就這個議題，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其實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這個關鍵問題了哦。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一切哦。那麼美國距離中東距離西亞的地區實在距離非常的遠哦。那麼因此過去長時間美國在介入中東地區的相關事務的時候，大部分都是靠它在中東海灣國家內部所設立的這個各式各樣的軍事基地哦，他用這樣的一個軍事基地來做他的兵力投射，然後來加強他對整個中東地區的這個掌控跟影響力。這是過去美國在中東玩的遊戲哦，就是說美國不可能每一場戰爭都從本土拉個部隊到中東來，這個光花時間就要花這個數週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了。
那麼因此，過去美國是高度的依賴哦，它在波斯灣的這些海灣國家的所設立的各式各樣的海空軍的基地。但是沒有想到，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戰爭的過程當中哦，美國傳統的基地的設計跟這個傳統的這個防禦的這些設備哦，被伊朗的這個不對稱作戰的模式給徹底的擊垮了。那麼我們看到伊朗用很廉價的導彈去消耗掉了這個美國在中東地區各個基地或者是前哨的這個雷達站所部署的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通通把這個防空飛彈給耗盡了。他們用廉價的這種飛彈去換了這個美國相對來說價格極為高昂的，不管是愛國者或者是薩德的這個飛彈哦。那麼這對美國來說，這個根本就是一筆不划算的賬哦。那麼同時呢，你會發現說，伊朗還用了大量的自殺式的無人機，然後來攻擊，用飽和式的攻擊來攻擊美軍的基地。所以美軍的基地其實傷亡相當慘重啊，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15座基地，228處的設施都被擊毀。美國國防部並沒有承認哦，這是美國自己的媒體用了這個其他民間的衛星的影像圖片去比對的哦。就美國國防部從頭打到尾哦，他到現在都沒承認說他有被打得這麼慘的，因為他覺得他講不出來。那你更不要提說美國的媒體最近才公布了另外一個，光是在今年3月1號，一架這個伊朗的自殺無人機去攻擊了美軍在科威特港口的一個工作站，光是那一場攻擊就400人受到輕重傷。可是美國國防部當時怎麼对外說的？90%都是輕傷啊，結果明明都是重傷了，他通通都給你這個粉飾太平，把它變成輕傷了。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因為這也是媒體踢爆的，這是美國 CBS 跟那個 The Intercept 這兩個媒體踢爆的。為什麼？因為受傷的官兵不服，官兵的家屬不服啊！就明明我是受了重傷了，你怎麼可以說我是輕傷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哦，就是美軍在中東不管是基地或者是美國大兵，其實在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已經被打殘了，被打怕了。這種不對稱的作戰，接下來如果持續再發生下半場，美國依然討不到任何好處。而且就如同我剛才講的，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地緣政治是今天是美國去打伊朗，不是伊朗去打美國哦。坦白講，伊朗反過來去打美國也很難打，因為很遠啊。對。那麼問題是現在是美國在打伊朗啊，他要千里迢迢的來打伊朗，當他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歐洲國家的軍事基地又不敢借他用，那麼問題就來了。那美國要怎麼做兵力投射呢？航空母艦嗎？航空母艦躲得比誰都遠，因為它如果太靠近了，搞不好也被當靶子了。那你說要用歐洲的這些國家的美軍的軍事基地來做這個長途的奔襲嗎？這個歐洲國家恐怕也沒這個膽，也沒這個意願把軍事基地借給美國。所以你說美國最後就算照他的建議，說我基地再往後撤，那又怎麼樣呢？你再往後撤，那你所有的這個兵力投射，你就要用長途奔襲，你要用加油機，然後你要這個接替式的接棒式的加油，才能夠攻擊到伊朗本土了。然後呢，伊朗就好整以暇在那邊等你。他的雷達現在看起來，也許這個外面我謠傳說，中國大陸也提供了他一些技術跟設備，所以針對這個逆中戰機，他已經有掌握的能力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其他的這些相關的武器，這些很廉價的監視飛彈哦。那麼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都極有可能對美軍造成重創哦。所以其實坦白講，美國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特別是我要強調的是，美國如果要做一個侵略者的角色，他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的。但是呢，他如果乖乖的不要當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其實這一切都好談呢。對，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軍千里迢迢哦來打這個伊朗，到底說他的基地今天如果西撤或後撤，真的有用嗎？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特別來請教幹哥哦。那麼也代表說這個伊朗把美軍趕出中東地區了嗎？如果他真的做西撤或後撤基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話，再來就是說美軍他另外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說，伊朗不斷的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器。我們稍微看一下 CG 來看一下細節，伊朗獲得了哪一些來自於大陸的武器做支援？首先就以飛彈面來講，中國製的肩射防空飛彈，外媒推測它可能已經有提供給伊朗，可能涉及到上一次可以擊落F-15
這個事件。那麼再來就是防空系統了。伊朗的防空的低空能力之所以大幅提升，因為獲得了來自於大陸的紅鷹6跟它的前衛2。再來，中國可能還提供了伊朗包括的遠程的預警雷達，這一款是 YLC-8B， 可以用於偵測隱形戰機。美國情報單位也說呢，中國大陸可能有向伊朗提供見證者無人機的零件等等。這樣子看起來，這一波這個美伊停火期間，是不是伊朗或許有向中國來請求幫忙做武器上面的支援？哪一款武器現在就以戰爭來說是最具有急迫性的？那幹哥又怎麼看？好，我們現在看啊，就是說，其實啊，伊朗到底是得到了多少我們中方的支援？這個說一句實在話，不能講。那衛星影像呢，不會告訴你，但是有沒有？我跟你保證，絕對有，而且很多。為什麼呢？因為伊朗在這種高強度的作戰底下，如果沒有得到相應的支援的話，伊朗多半撐不下去的。所以不管是飛彈、肩射式飛彈、長程預警雷達等等，一定有某一個國家在支撐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則怎麼會打得那麼準？這5個字，這美國專家講的啊。他說打得其實很準。為什麼很準？因為從伊朗公布的高解析衛星影像上面來看，你可能看一些照片，你會發現說有一些是什麼？有一些是挖地坑的，挖蘿蔔的，你知道嗎？就是沒有命中目標。也就是說，有一些飛彈，你或者是無人機，你打美國的目標的時候，可能沒有擊中，那但它就會造成彈坑，會造成的一些損害，不是主要的那個目標的損害。你從衛星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說沒有，我仔細看了，沒有幾個挖地坑的，所以代表什麼？伊朗打得很準，打得很準代表什麼？代表情報做得好。情報做得好，誰給的情報？誰給的設備跟資訊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國。中國在這邊幫了很大的忙。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我們就再來看，你有多達15處基地被擊中，你有200多個目標。你知道他們後來撤離的那個美軍的人員怎麼講？他說：“你知道嗎？我們上個禮拜我們還有家庭聚會，還在那邊打橄欖球哎。哇，好在我們先撤了。那是這個禮拜打的話，不是就被飛彈打到了嗎？對。很多千鈞一髮的事情，美軍現在都不公布。為什麼？不能講，講了就沒有士氣了，怎麼可以講？這就有點像我們曾經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裡面，就是那恐怖攻擊。其實美軍在沙烏地阿拉伯啊，不管巴林啊，還有卡達很多基地，他是攜家帶眷去的，你知道嗎？他攜家帶眷的時候，有時候他們到了周末這個都會辦那個什麼露營啊，或者是什麼懇親活動啊，烤肉。我跟你講，那個就是最好的攻擊時刻。伊朗他自己本身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有看《巴黎情報局》這個影集，你就知道伊朗的反滲透能力是最好的。他們吸取了西方的經驗，所以他密布了什麼？他還有就是說你現在所有的 AI 的進步，伊朗他全套他都有。為什麼？因為西方的那個情報專家早就跟你講說，在阿拉伯世界裡面，伊朗的情報員是最強的，是最強的。所以說大家就知道說，今天如果說巴林的美國第5艦隊基地被擊中了那麼多個地方，那現在準備要把它搬走的話，要搬去哪裡？有個人又出了餿主意，說乾脆搬到以色列去最安全。你搬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距離那個地方多遠嗎？1000公里哎。那有什麼用？以色列有沒有深水港、海法港？它不算是深水港。你只有巴林這個港，才在荷姆茲海峽周邊有它的戰略意義在，不是說搬就搬。何況巴林的基地，美國已經用了30年了，不是說今天要搬走就可以搬走，所以根本無處可搬，美國也不可能搬。但是如果巴林的第5艦隊基地還要在這邊繼續下去的話，我可以坦白講，到時候一定又會被再攻擊一次，到時候川普你的臉就很難看了。
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在這個伊朗的強勢的這個態度攻擊之下，美軍他恐怕會來調整他的美軍基地。再來就外交面，我們也來看到說，是不是美軍現在美國方面也是吃癟呢？因為最新消息是来自於川普的女婿庫許納跟這一場戰爭的談判的特使魏科夫，他們終於是抵達卡達了，要來展開說他們白宮稱的高層級的會談。結果呢，沒有想到這才放話說完哦，結果伊朗的高層是強硬的否認說沒有啊，我們沒有要跟美國的任何高層會面啊，連卡達也都出面否認說有這一場美伊的會談。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掌握度了，現在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裡？因為現在呢，其實分3個層面來看，海峽分成3條航線。CNN 說的，北部現在幾乎是由這個伊朗來完全掌控，中部是傳統的國際通道，那南部現在是阿曼海域，是由阿曼、美國跟國際海事組織來做協調的。但是也看到最近哦，這個荷姆茲海峽很不平靜，包括了說長龍的貨運它遇襲，還有商船通行量下降等等。阿曼提出了乾脆未來就來徵收這個服務費吧。所以是不是未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這邊的通行狀況都得要經過向伊朗來做申請呢？再來我們講到了庫許納跟這個魏科夫，說要跟伊朗談判遭拒絕，老師又怎麼看？袁老師，這個我們通常有一句話，談判最忌諱心急啊。我們中國人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啊，意思的話呢，美國現在談判剛好是派出了這個庫斯塔跟魏科夫啊，以為的話呢，這個成績很高，一個是他女婿，另外一個是他原來的金主，但是呢，伊朗呢看得很明白。伊朗為什麼看得明白呢？因為呢，為什麼這個川普會很心急呢？因為他國內有3重壓力。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是他們在參議院投票啊，他已經輸了，這個戰爭要趕快結束。第二個，這個民意調查一直下跌。第3個的話呢，就是原來的這個MAGA的支持者啊，就會發覺說，MAGA他以前罵拜登啊，罵奧巴馬，都罵別人那個親戚戰端，他現在搞了一個這個偉大不掉的一個戰爭。所以說這件事情的話呢，對伊朗來講啊，伊朗啥事都不用幹，就是你要談我就打，你要打我就談啊。這伊朗倒過來了，現在美國顯得很被動。你要了解，美國很被動的主要原因就是說，你不能夠一方面要派了這個庫斯塔跟魏科夫去談，那同時的話這邊又講說要把你炸回17時代，那美國人就覺得很奇怪，他得不到國內的支持，而且剛剛的話呢，我们委員講的這個東西隔得非常遠啊。你美國的話呢，舟車勞頓，你不要講別的了，光是航空母艦停在旁邊，哪怕是1000公里外，都要花費很大啊。那麼現在對伊朗來講的話呢，最具有這一次這個戰爭沒結束的形勢，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沒有完全開放。為什麼？因為2月28號以前，荷姆茲海峽是完全自由通行的，根本大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而且整個東北亞的地區的國家，像這個韓國啊、日本啊什麼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能源的計算的方式，就很自然的認為荷姆茲海峽是安全的。好了，那這樣子的話呢，伊朗就要展現出來啊。我這邊強調哈，長榮的長利號被炸的這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象徵意義。我剛剛聽到幹哥講哈，我覺得大概中共有做一點暗示啊。那長榮過去的話呢，你就不要客氣了啊，要不然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消息就是長利號被炸啊，你就沒聽過第20號船被炸啊？那你說這個不是巧了嗎？啊，這不是巧了嗎？是不是？好，謝謝袁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美軍呢終於正式的首次的攤牌，有關於戰道行動，他們說沒錯，我們就是劍指中國大陸，就是劍指台海戰爭。為什麼美國在這個時候態度突然間很講明白了呢？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第一島鏈現在可以看到已經全面的軍事化之外，中國大陸同步的在3海來升壓哦，等一下我們就這3海一起來特別做關心。另外一方面，中國也聯手了俄羅斯，聯手反制，印太戰略博弈全面升級。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說這邊
第一島鏈一旦發生戰爭的話，我們現在看起來中俄比較佔有優勢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日菲聯合起來的這個盟友的隊伍比較佔優勢的話，留言寫2，一起來跟我們做互動。我們知道呢，這個過去美國在印太這邊常常會舉行各種的聯合演習，那麼不斷的強調的就是在這邊要強化合作，提升彼此的互動性等等，這是他的對外說法。但是這一次非常的罕見，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消息是美軍的美國的陸軍的太平洋司令，他是克拉克，他就直接挑明的講，也不演了。他說呢，战鬥行動的核心就是要針對中國大陸可能攻台所做的全力的兵力整合跟投射的準備。為什麼他態度突然間願意講明了呢？等一下來看。另外，韓國方面也最新做了一個報道，特別講到有關於美軍的這一場戰鬥行動，就是透過日本、韓國、菲律賓、澳洲等盟國作為一個跳板，並且呢整合美國跟韓國舉行的自由之盾跟美菲的肩並肩軍演，一起建立一個區域的後勤跟兵力調度的一個網絡，使美軍呢在任何的，比如說台海危機啊，或在第一島鏈有任何的危機發生的時候，它可以快速的集結兵力，並且前推它的部署哦。那麼這一場行動每年整合大約是53場的演習，集中的時間也有特殊性哦，包括在每年的5、6月跟9月、10月舉行這一些時段，專家說，主要的原因就是跟海象有關了。在這樣子的一個區段呢，做攻擊有利於中國大陸的跨海侵台，真的是這樣嗎？等一下我們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但是我們先來關心到的是，美軍首次明確將戰鬥行動指向了台海戰爭的想定，代表說它已經從過去的戰略存在、戰略嚇阻，變成了實戰化的聯合作戰的所做的一個設計嗎？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從這一番的這個相關的訊息，就可以再一次的證明哦，就美國始終是把中國大陸當成是头號假想敌的，就是不管現在這個川普因為美伊的這個戰事啊，他希望急於立刻抽身，然後呢離開那個泥淖哦，所以呢不得不在這個短時間之內，對於中國大陸，對於習近平主席表達強烈的好感哦跟善意。但是長遠來講，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在全方位的圍堵跟打擊是沒有手軟的。那麼我相信這一點，北京政府也心知肚明。所以呢，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來自於華府的善意，因為這些善意都是包着糖衣的毒藥。光是看到這個戰鬥行動，大家就心知肚明了。那麼他當然講得比較好聽啦，他說53場演習都在5、6月跟9、10月，因為他們判斷這個時段是台海的海象最好。那麼這個解放軍最有可能攻台，其實講白了，台海海象好也方便他們演習啊。那麼你們這麼帶種，你們就在台風天來演習看看呢、啊？就是你們自己講的好聽，說這就是為了要防止這個中共在這個時間犯台。可是事實上，其他的時間你們也不敢來啊，因為海象不好，你也不會來哦。所以也不用講得這麼好聽，好像說一副都是這個已經做好了判斷了。但是我要講的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呢？就大家看到美國所部署的所謂的像什麼戰鬥行動，跟我們剛剛所討論的中東布局是一模一樣的。這又是地緣政治的問題啊。美國離印太有多遠啊？美國離台灣有9500多海里，這麼遠的距離，美國跟去中東跟處理印太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因為你的地理位置太遠了，所以你的兵力投射困難，你不可能短時間之內從你的本土去做兵力投射。於是你怎麼辦？你要做前進基地，你需要有盟友，你需要在盟邦建立你的軍事基地。所以日本有加手納，有各式各樣的這個海軍的基地，韓國有這個美國的基地，菲律賓還有美國4個基地。美國之所以要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你兵力投射的困難啊，就是光是真的如果從美國本土調遣這個什麼航空母艦戰鬥群，不要說美國本土了，就從關島來好了，都要很長的時間了。所以他在短時間之內要做兵力投射，只能夠這麼幹。那麼因此他的戰鬥行動是什麼呢？他其實就是把美軍在可能發生戰爭時所需要的裝備都先放在盟邦的軍事基地裡了。所以接着如果真的發生戰鬥了，發生戰事了，我美國只要把兵力投射就好了，我不用把裝備再千里迢迢的運過來哦，那我節省了很多時間。我的這個士兵只要一落地拿到裝備就可以開始進行作戰了。這是美國所謂的戰鬥行動，他們當時的一個設計的概念。可是關鍵問題來了，我要請大家想一想，我們剛才在討論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為什麼失靈？失靈的理由很簡單，失靈的理由就是說，伊朗只要講你誰有美軍基地，
你只要讓美軍在你這個基地發動對我的攻擊，我就攻擊你了。所以現在的問題，同樣的問題要回過頭來問一問日本、韓國、菲律賓跟澳洲，你們要被打嗎？你們敢嗎？就今天美國要用你的基地來起飛飛機，或者是這個做其他的軍力部署的時候，你們敢嗎？就你們只要敢，那你們就跟中東這些國家一模一樣啊！你看看這些這個巴林卡達，看這些國家的下場是什麼？你們要不要一起步上这些國家的後塵呢？所以這才是關鍵問題。就我不管你戰鬥行動當時規劃的有多麼的完美哦，然後呢，美國的盟邦又來什麼自由之盾了，又來肩並肩。可是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這4個國家的民眾願意嗎？願意為了美國老大哥，然後變成了這個台海之間發生紛爭的時候，變成炮火波及、導彈攻擊、無人機攻擊，他們願意付出這個代價嗎？這才是真正考驗什麼戰鬥行動有沒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今天美國在中東，它因為地緣政治的布局，大家看到了已經被打殘了，被打怕了。講難聽一點，今天如果在台海發生戰爭，我說過這就是地緣政治啊，中國大陸就在那裡，它這麼大一塊在那裡，它不需要航空母艦，它有無數的軍事基地，它有無數的這個海軍基地，它有各式各樣的武器在那裡等着伺候你。你美國就算有戰鬥行動，你這些盟邦敢在那個時候為美國老大哥去承受炮火嗎？那如果他們不敢，或者他們的基地也像中東現在發生的一樣被打殘了，那美國還要怎麼樣投射兵力呢？這才是美國現在真正害怕的吧。好，一邊我們看到是美國的這個戰鬥行動的軍演持續，那另外一邊確實哦，包括了剛剛特別提到的嘛，美日菲韓這4國美國的盟友，看到目前在中東發生這個美軍基地哦瘋狂被伊朗給攻擊，是不是他們也從當中學到經驗？會不會願意繼續的支持美國？這個也是打上一個問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確實現在呢，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哦，中國大陸也有了反制的動作。包括我們來看到多線的壓制，是從解放軍跟海警在黃岩島這邊進行戰備警巡，不斷的強調解放軍在南海這邊的存在。再來就是中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這邊出動的是轟炸機跟戰機，進入了日韓的防空識別區。再來我們剛剛講了嘛，中國大陸3海壓境，就是指的台海、東海、南海軍事活動頻繁的上升。岳老師怎麼看中國大陸的反制？這個大陸的反制的話呢，首先第一個是南海是黃岩島，然後第二個的話呢是東海那邊是中俄之間的第11次演習，這2個消息都跟我們間接相關，因為我們剛好在中間。剛剛講到那個美國的戰鬥行動，其實是針對於大陸用武力攻台。說句良心話，那美國的戰鬥行動的話呢，講起來的話呢，他們這裡面呢加上了澳洲，一共5國，有一點零零散散的味道了。但是這裡面跟這裡面所做的事情，跟首先第一個，大陸在南海的黃岩島，首先要記住哈，大陸這個南海黃岩島實際控制在大陸手裡。大陸2025年的9月份呢，就已經宣布黃岩島為自然保護區啊。大陸做的事情不是就整理它的軍備而已啊，是把它自然的保護起來，誰都不能進去啊。那這個裡面是有做法啊，就是說是那個整個海警船呢，就是說你不單單是我的戰略上的要地，而且呢在環境上也需要維持啊。那麼當然這個做法上來講，就是要增加它實際控制。可是中俄之間的第11次的叫做這個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那可不得了了啊！為什麼？首先第一個就是第11次，表示前面有10次的經驗。然後第2次的話呢，大家聯合巡航裡面是以轟炸機。就中國出現的是轟6，叫6野啊。那麼那個俄羅斯叫圖95，這是不得了。這種轟炸機的話呢，嚴格來講的話呢，用核子武器也不稀奇啊。另外，他們戰鬥機的話呢，這個俄羅斯出的是蘇35，那中國出的是殲16炸彈卡車、殲10C，這個大放異彩，殲11啊。那麼這個整體來講的話呢，他們針對的中俄之間的演習的地點的話呢，就是在這個日本的附近。那就是說整個東北亞地區，那麼所以說換而言之的話呢，南海這邊也有這個自然的這個保護區，那這個東海那邊的話，在日本那邊有中俄之間的航行，而且中俄之間的航行跟這個戰鬥行動它很不一樣，因為中俄本身來講就連在一起，而且他們這個飛機啊各方面的話呢，運作起來的話呢，原來就是一體的嘛，那你現在的話呢，臨時再加上說句良心話，那個菲律賓啊、韓國就不甘不願的，菲律賓又沒有什麼能力啊，澳洲又隔得很遠吶，那搞了半天還是要日本一個過來，但日本現在面對於俄羅斯的壓力非常大
日本人不一定怕中國人，但日本人非常害怕俄國人的，因為日本人這個記憶猶新啊，對不對？所以送到西伯利亞去都搞得很慘。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兩邊演習的強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再強調一遍，黃岩島在中國手裡，另外中俄之間是第11次演習。那你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呢，他們這個質量上是很明顯的是要亮劍的味道非常強烈。好，所以第一島鏈現在看起來情勢升溫哦，一邊是美日菲韓，那一邊是中俄。那麼現在比的其實非常多，不管是誰可以比較快速的集結兵力，誰可以更穩定的整合盟友，還有一整套的作戰體系等等。包括說，未來是不是台海、南海、東海3大前線的戰爭都會一起同步升溫？那幹哥又怎麼看？我就不太了解啊，這個美國太平洋那個陸軍司令克拉克啊，他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因為所謂戰道行動 ，pathways 啊，戰道，我就想到，那個三國時代不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嗎？那個陳倉在哪裡？陳倉就是台灣嘛，對不對？這指的是我們啊。其實你的目標是對着台灣而來的嘛。老實講一句，那為什麼會對着台灣呢？因為就是害怕這個對岸犯台這樣子。那可是克拉克，你不能把你的心裡的話講出來嘛。所以這個戰道行動名字取得真好，也真不好。為什麼？代表說你就是故意的，我做給你看啊！這幾個國家通通就來啊！我準備先把坦克送到你那裡去，我先把提豐這個對艦飛彈送到你家去，你要收哦。南韓你要收哦，李在明你收不收？高市你收不收？小馬可仕你收不收？這些國家都給我收，為什麼？可能5、6月過了嘛，9到10月之前，我可能會送一批過去。這飛彈跟戰車還有彈藥，之後先送過去。戰道行動準備應付中國，要是萬一武力犯台的話，你們都必須還要先有。我跟你講，美國做事情有時候也算是縝密啦，他不是送的你看得到的東西。他還會送那個狗罐頭，不是那個午餐肉啊，肉罐頭啊，他還會送那個午餐肉啊，肉罐頭。他2次大戰就這麼做的，他送10萬箱那個肉罐頭給蘇聯，沒有，你先把這個東西吃了，吃飽以後啊，我再送那個5000架飛機給你。美國他有時候在支援盟邦，他是真是這樣做的。那如果說他今天是說，菲律賓我怕你這個人吃不飽。我先準備要先囤積在呂宋島，或是巴丹這邊，或是克拉克這邊，先囤積一些彈藥物資或是飛機的話，那我也會把後勤的支援一起送過來。他如果是真的這樣幹的話，那就是真正的戰道行動。所以我們會密切注意，放心。他如果說真的到了9到10月要這樣做的話，可通常來講的話，沒有人。諸葛孔明他要這樣做，他不會講出來。克拉克，你把他給講出來的意思就是昭告天下，我克拉克幫川普講了這個事情，所以台灣你小心了對面要打你了。我們現在準備這些東西，我現在就講重點。如果萬一真的發生了這個台灣海峽情勢動盪的話，美國大兵你要不要上來打？這就是我們唯一的問題。你敢不敢來打？你願不願意來打？美國子弟要不要為台海的情勢而願意做出犧牲？我相信這個問題已經有答案了，不用我們再多說了。光現在去問的話，就已經知道了。所以所謂的戰道行動只是一種宣示而已。為什麼？是告訴你。可是他會不會真的支援你？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跟中東局勢是不一樣的，跟中東完全不一樣的。你要派美國子弟上來打，你不是把東西送來就好了，對不對？日本他會幫你操作 M1 坦克嗎？南韓他有義務幫你操作那個暗鷹飛彈嗎？沒有嘛。所以你到底是要圖的是什麼？我看不太懂。我也覺得美國在戰略布局上面，大千講的對，這就是一種地緣政治。我做給你看，代表我支持你盟邦，代表我美國在這邊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如果真的局勢丕變的時候，你會不會出兵來援？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覺得很難啊，非常非常的難。而且其實你就做一個簡單的這個沙盤推演就好了嘛。你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基地有比在中東多嗎？好，中東這麼多基地，然後都可以被伊朗打趴了、打殘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基地還沒有中東多哦。
他面對的不是伊朗，他面對的是中國，是2強了，这最大的这個強國之一了。那麼這個對比，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嘛。然後第二，你看他講的這些國家，不是靠美國這些海灣國家而已，他講的這些國家什麼日本啦、南韓啦、澳洲啦，這些都是過好日子的國家耶。對。然後你現在跟他們講說，你現在美國大兵還沒來哦，你們先來。那麼這場戰爭只要爆發，甚至不用爆發，現在北京只要講一句話，從現在開始哦，任何這個試圖幫外國勢力侵略中國的其他的國家，我都第一時間攻擊你。光講完這句話，你就看看那些國家的這些居民還要不要把基地設在那裡？琉球的民眾會不會跳出來抗議，說你們趕快把這個空軍基地跟海軍基地搬走，不要設在我這個地方。所以基本上，為什麼我說拿中東來比這個印太，就大家一比就知道了。美國的算盤就像幹哥講的，你的大兵要不要來？你自己都不敢來了。所以呢，真的如果台海發生衝突了，這故事就會一模一樣了。美國就開始呼籲有這個盟邦了，說大家一起來幫忙打通台灣海峽吧，因為他自己的人不願意來，所以就看盟邦要不要一起派船來打通台灣海峽。他們連荷姆茲海峽都不願意打通了，誰管你台灣海峽啦？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我們要特別關心北京2大重拳開砸了日本。今天要特別來關心到是中國大陸對日本的限制，這個是氧化鋰直接歸零了。重挫的是日本的產業，包括了東槽，它直接停產，半導體產業全面告急。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一樣的，我們在留言區來做留言。如果你認為中國大陸的這一波對於日本的報復，包括禁止它的氧化鋰的出口，會重挫日本產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這個反應才剛開始，還要持續觀察，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好，日本這一次是真的被打到痛點了嗎？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稀土的殺招，我們之前講的就是這種總量一個全面的封鎖管制，但是呢，這一波最新的管制，沒有想到是打的叫做一個精準的打進了產業的咽喉，是什麼呢？就是目前為止最難替代的這一款重金屬，也是高端製造業的命門的關鍵重稀土，它是氧化鋰。好，大家會說那氧化鋰是做什麼的呢？其實呢，對於日本來說相當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半導體相關的製程都會需要用到氧化鋰。另外呢，我們來看到包括了像是高性能的陶瓷、精密的光學，還有軍用的這種耐熱的塗層，其實也都要用到氧化鋰。再來就是包括了雷達材料等等哦。所以呢，我們就看到這個對於氧化鋰的需求不斷的攀升的同時呢，我們也看到出現了連鎖的反應。如果沒有氧化鋰，會造成什麼樣子的現象？稍微到觀眾朋友了解一下。包括呢，整體的日本的產線週期會被拉長，你所使用的這些設備的壽命也會縮短，新的產能當然也會跟着延後，國防材料供應會因此短缺。在氧化鋰的缺乏之下，我們有看到它的價格到底漲幅有多高呢？2024年底的時候，它1公斤的價格竟然是不到8美元，但是現在來到了2026年，甚至在歐洲市場，每公斤價格已經狂飆到850美元，代表什麼意思？2年之內，氧化鋰的價格漲幅超過了100倍。那麼更直接的衝擊，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日本的企業，這一家東槽集團，它的氧化鋰的原料現在面臨嚴重的短缺，被迫是宣布全面停工停產。另外，其他對於中國大陸高階氧化鋯的粉體的供貨，也因此原本掌握的這些日本企業也是全面的退出了供應鏈。這個是掌握高端的醫療陶瓷市場的這些日本企業受到嚴重的影響。委員怎麼看這個氧化鋰被切斷對日本的重擊有多嚴重？對，因為我在大學在台大念的是化工系哦，然後呢，後來念博士的時候是念材料的，所以過去在念書的時候，我們對那個元素表很熟，那元素表可以倒背如流的。我不曉得有幾十年沒有好好看一下元素表了。
這次是因為這個中國大陸的稀土管制哦，讓我重新拿元素表回來看了一下。那我盡量用比較簡单的这個方式來讓大家知道這幾個這個相關的這個金屬元素哦，到底中國大陸這一次的重擊到底造成了什麼樣廣泛的影響？那現在我們在講鋰這個東西啊，那麼鋰這個東西呢，它其實有2個重要的功能。第一個呢，它扮演了這個晶體結構的穩定劑啊，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要麼就是用原子組成，要麼就是分子組成，在這些組成的過程當中，都極有可能因為過冷過熱，它的晶體的結構就變了。那麼因此呢，鋰這個東西呢，只要加進去，它就可以讓這個結構不變哦，不管冷或熱，它的結構都不会变，所以叫做是一個很重要的穩定劑啊。它其實不是一個說專門靠它能幹嘛的，可是它在這中間去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然後第二個，因為它可以超高溫耐腐蝕，就超高溫耐腐蝕的防線就要靠鋰這個東西了哦。所以呢，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幾個行業，我一個一個講啊。就第一個先講什麼叫做精密陶瓷。其實精密陶瓷最常用到的就是我們的牙齒啊，就是我們的這個補牙的牙齒牙冠，就精密陶瓷。那麼這個精密陶瓷的重點在哪裡？精密陶瓷呢，它的原料呢，就是剛才這個思敏講到叫氧化鋯。可是氧化鋯這個東西呢，它的好處是硬度很高，所以你把它拿來做你的，比如說後面的這個臼齒的補牙，就放一個假牙在那裡，你的咬合的時候呢，它就耐高壓就不會咬就爛了哦。可是問題是，這個氧化鋯有個特點，它雖然優點是強度很強，然後第二呢，你用氧化鋯現在做我們的假牙，它不是鐵，所以它跟你的牙齦啊不會有反應，不會讓你的牙齦變黑，不會讓你有過敏哦。所以呢，大家現在大部分的我們在看到的植牙補牙都在用氧化鋯這件事情。然後再來，當然就是因為它外觀很自然，看起來就跟一般的牙齒無異哦。但是關鍵問題來了，它有個缺點，就是這個氧化鋯哦，你拿來做了牙齒，如果只是單純拿氧化鋯來做，太冷太熱啊，它的那個晶體的結構就變了，所以呢，它就不持久了。所以那要怎麼辦呢？只要加3%到8%的氧化鋰這個東西加下去，我剛剛說過，它就是一個結構穩定劑的功能，那你的假牙就可以用，你的牙齒就可以用了啊，不會因為過冷過熱而改變哦。那麼重點回過頭來再來看，在半導體產業也是你知道我們在做半導體產業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蝕刻嘛，就在晶片上刻，這個做一些蝕刻的動作。可是蝕刻是什麼刻呢？其實，在半導體產業裡頭，它都是用氟基或者是用氯基的電漿去刻的。可是電漿的我們叫做乾式這個蝕刻，可是電漿的這個腐蝕性很強。所以呢，如果呢今天你沒有像氧化鋰這種東西哦，號稱全宇宙最強抗電漿的這個腐蝕。它是全宇宙最強的。如果今天你沒有它，那麼你在你現在的蝕刻機內部，你沒有氧化鋰做保護哦，你蝕刻機內部馬上就被電漿腐蝕了。那你這個蝕刻機所有的這個重要的零組件也會受到影響哦。所以這就是在半導體產業能夠造成的影響。那你接過來講，我們說在國防工業為什麼造成影響呢？各位知道，因為對這個鋰來講哦，它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它是一個抗這個熱阻脹層，它可以抗熱啊，抗高溫哦。所以呢，需要什麼呢？隱形戰機，隱形戰機的那個發動機渦輪的葉片啊，它在轉動的時候，它會有高溫。這個是幹哥廠家，它到1400度到1600度 C， 這麼高的溫度，它足以讓金屬融化了。那怎麼辦？那你就需要像氧化鋰哦，用氧化鋰來穩定的氧化鋯。我剛才講過，就是我們做陶瓷牙的這個氧化鋯，你必須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後塗在上面。那麼因此呢，它才能夠抗高溫。那我們講的高超音速導彈也是啊，高超音速導彈在大氣層裡頭跳來跳去的時候，它經過大氣層都有因為摩擦而產生的高溫呢。所以這個彈頭的整流罩，它也需要用氧化鋰加氧化鋯加在一起做成的熱阻脹層嘛，否則你這個彈頭一下就融掉了。那你现在講到的像光電跟雷達都是同樣的道理，光電跟雷達都要用到鋰。在光電你要用到的是鋰鋁合在一起的1610，在雷達你要用到的是鋰跟鐵再加入1610。所以呢，基本上你會發現說，雖然鋰哦，這個看起來好像大家從來都沒聽過的這種稀有元素，但是光是在鋰這件事情上，它只要打這個鋰這張牌打到日本的話，它馬上所影響到的產業層面就是非常廣的了。好，所以我們
現在目前看起來，中國大陸出了這個新招哦，已經重挫日本的產業，而且現在這個影響正在擴大蔓延當中。從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的，從半導體產業到軍事產業，甚至到醫療產業，還有呢就是最新宣布的東曹說的這一間企業已經正式的宣布，接下來會全面的停產他們對中國出口的這種高階的氧化鋯的粉體，不只對中國，對全球出口都會因此全面的停產。那這個影響才正在擴大當中而已。結果沒想到中國又繼續的強化於對於日本的制裁。最新他說同步升級的就是針對於日本的稀土了，稀土精準的管制，把20家日本的企業也納入了出口管制的名單當中。這當中涵蓋的包括了研究單位、防衛研究單位、三菱電機、三菱重工、川崎重工，還有另外20家說要出口的觀察名單當中也被列入。再來，日本不是沒有反制，我們看到日本立刻有了新的反制動作，重點是有沒有效。好，2個動作，第一個，南寮島它在這邊宣布要啟動深海稀土的計劃，成本大約是陸地稀土的20倍以上，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信越化學說要擴建稀土的冶煉，日本政府也說了，好，那你要擴建，我接下來會補助你175億日元來建立全面的供應鏈，來得及嗎？幹哥怎麼看？這絕對來不及，好嗎？為什麼？很簡單嘛，信越化學它要在那個福井縣，它要建稀土精煉設備，日本政府補助175億日元，大概是等於多少？大概是50多億台幣，好不好？我們今天坦白講一句，中國在50年來的稀土的精煉產業上投下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根本你沒有辦法想象。但是像南寮島這個例子，說句實在話，對於日本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希望。為什麼？因為他們說蘊藏了多少重稀土哦，就是那17種元素哦。他說可能有230兆噸，可能有這麼多。那我想請問你一下，開採的成本要多少？你只想到蘊藏有多少，但你有沒有想到開採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先講日本有沒有開採技術？有，絕對有。為什麼有？因為日本，我光是講一個東西哈，就是說日本在全世界的這個水下機器人的這個技術上面是獨步全球的，甚至比美國還要強。為什麼呢？因為日本在2次大戰的教訓，他們對於潛艇救難是非常重視的。所以，如果一旦全世界發生了潛艇遇難的事件的話，日本的潛艇救難艦是數1數2一流的船。所以，如果說發生是這樣的事情呢，說不定我們台灣啊、澳洲啊很多國家都要依靠它。所以，它對於水下機器人跟水下救難，它是非常有經驗的。可是問題是，你要在南寮島的5600公尺深的海底進行開採作業，我說句實在話，你有沒有這樣的技術？我相信一定有，但是你有沒有這樣的成本？你沒有，而且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挖上來的重稀土要怎麼經過精煉？信越化學，你現在就要蓋。如果你今年不蓋，我可以告訴你，等到2027年。南寮島的那個地球號終於去現場，經過現場的科學的鑑定，確定沒有錯的時候，好，那三井重工就要進來了。他開始挖的時候，請問一下，你的廠都還沒有蓋，他萬一真的挖上來之後，要送去哪裡精煉？你是不是又再送回中國去精煉呢？啊，對不起啊，中國再幫我們精煉一下吧。你看到時候中國會不會理你？不過說句實在話，日本這個賊子般的民主，他從去年下半年他已經多買了30%的30%的地鋅氧化鋰。剛剛那個委員講的氧化鋰，他們也多買很多，偷買。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反應過來，被他們買了一堆去。所以現在他們暫時還可以撐着，但是快要撐不下去了。那很多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東西，剛剛委員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日本他其實老實講，他以小博大，他希望說他能夠真的在南寮島開採到這個很重要的稀土礦產。可是
問題在後面的那些步驟要怎麼做。說句實在話，高市早苗，我看不出來你要怎麼做。你的計劃一點都不實際，而且很可能會胎死腹中。好，這個是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對日本打的這個稀土戰。那另外一方面，在海上也打了另外一場的這個警告戰哦。中國的海警船呢，近期我們看到已經在這個沖繩與那國島以南的日本專屬的經濟區這邊來進行一個常態化的巡航，包括它在這邊護航它的調查船跟它的公務船。關鍵的變化就是，過去好像比較長的是主張哦，現在變成一個實際執行它的管轄權，可以這樣解讀嗎？岳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大陸目前為止的話呢，他們原來不是有所顧忌，而是說呢，希望找一個借口啊。那麼我覺得那個2022年的8月2號，佩洛西竄訪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借口。不曉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從那時候開始啊，整個繞台的演習就沒停過，就沒停過。那麼這一次的話呢，也是日本跟這個菲律賓啊聯合起來要處理這個台灣東邊的這個劃界的問題啊。那民進黨這邊不做表示啊。我記得非常清楚啊，27號做這個宣布，28號這個大陸的外交部就做了回應，29號就開始，也是一樣啊，也是海警船啊，海上的研究啊，科學調查什麼的，這是東部的海域。那麼這個裡頭當中呢，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說是這個日本所謂的沖繩線，大陸不叫沖繩線，叫琉球。那麼這個的話呢，大陸寄出來這個他們的法律，這個法律講的就是說強調這個琉球根本就不屬於日本，只是美國私相授受，讓這個托管啊，因為我們從小在保釣那個歲月長大，就是說美國的話呢，給日本的話私相授受的原因，是因為美國那個時候有絕对的威力啊，那麼連台灣海峽基本上的話也都過不去。那大陸借這個機會呢，隱忍的不發啊，一直到現在的話呢，突然之間就出現了非常多的情況。我覺得綜合前面2位所講的，有關於稀土的部分的禁運啊，搞到日本沒有辦法。用那個這個富士電機裡面搞2個人去偷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那麼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通過海警船是要延伸它的主權地位，那慢慢的話就實際巡航。那麼有關於這個釣魚島的事情也是這樣子，所以現在你要講說是這個整個琉球的話呢，實際上的主權大概大陸就是在日常執行當中。好，謝謝岳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接下來我們來特別關心到的是，美國越封殺越來越狠，但是中國反而更強哦。現在呢是包括了美國自己的企業科技大佬，包括了庫克、馬斯克都開始要站隊中國大陸，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來做細節的關心。包括大陸在 AI、晶片、記憶體全面的逆襲，美國科技霸權出現破口。好，一起來看看這個細節。美中科技戰最具戲劇性的一個反轉是，美國正式的宣布，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宣布呢，從7月份開始要全面的擴大對中的科技的禁令。好，限制的範圍不僅僅是包括了說它要限制華為、中興通訊還有海康威視等等的中資設備之外，包括說連過去早就已經被核准過的，而且都已經安裝的這些舊設備，現在說要一起納入完全的限制。等於說我們做一個解讀，這一次的封殺範圍再一次的擴大，大大的提升，再次的升級。更尷尬的是，現在蘋果雖然蘋果的銷量是受到華為很嚴重的影響，但是連庫克都開始為中國來說好話了。我們先來看到蘋果在中國的銷量，第2季市場銷量竟然暴跌幅度將近90%，從在中國的市占16%滑落到11%而已，創下近年最大的一個跌幅。对手就是因為這個華為手機的崛起，高階手機把蘋果逐漸的逼出了中國大陸的市場。但是我們看到庫克不但沒有這個
損中國，他還繼續幫中國說話。庫克呢，反過來向白宮施壓，並且積極的游說，希望放寬中國大陸半導體的限制。原因就是說呢，他還說了，未來規劃 iPhone 裡面要導入中國長期存儲的DRAM記憶體。好，庫克的轉向就是因為太缺這一些記憶體了，全球記憶體大缺貨。庫克認為，未來的定勝負已經不再只是技術而已，是誰有貨誰就能夠贏。所以他希望美國能夠開放，讓他能夠拿到這個中國大陸的晶片哦。分析師郭明錤也在這邊特別指出呢，蘋果已經下修了20%它的拉貨量，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高階記憶體晶片到現在是供應吃緊啊。那麼馬斯克也特別示警說，這一輪的價格漲勢，也就是在這個記憶體方面是前所未見的。他認為現在的需求確實有希望哦，能夠從中國大陸來拿到。那岳老師怎麼看？到現在美國還在封殺這個中國大陸，不管是華為啊、海康視威、中興等等，那2大科技巨擘庫克、馬斯克卻是希望這個白宮能夠放寬對於中國的限制。老師怎麼看？美國封殺啊，這個對於中國的這個出售啊，這各式各樣的高端芯片呢，其實的話呢，他們犯了一個錯誤，他們用政治邏輯來取代商業邏輯。商業邏輯只有一點，就是賺錢吶，對不對？賺錢的原則就是供需之間要維持平衡的。供需之間為什麼要維持平衡？因為你要賣到最好的價錢，那個供给供過於求你不行啊，求過於供也不行啊。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所以說這個庫克他是完全代表商業邏輯的表示啊。那麼現在原來的話呢，就是像那個什麼貝森特啦，或者說什麼盧特尼克啊，他們這些的話是用政治邏輯，他們政治邏輯有一個盲點，這個政治邏輯的盲點就是說，你只要相信你一封殺中國的科技，那中國人永遠搞不出來。你只要相信，就是美國人比中國人聰明啊。在這種情況下，但是現在的話呢，大家最重要的科技完全是根據 AI 來，這個不是我講的，這是黃仁勳講的。黃仁勳呢，因為他講說，哎呦，這個在美國搞這個 AI 的人有一半是中國人的，那你更不要說中國了，中國100%中國人在搞 AI 科技啊。你在這種情況下來講的話，你存儲芯片啊，你的這個高端芯片啊，你現在連那阿斯麥爾的那個光刻機啊，這些都是一樣的情況。所以阿斯麥爾的那個 CEO 他講的最好，他說你在沙漠當中的話呢，把他種菜的能力給取消以後，他一定要活下去啊，他一定要自己想盡辦法。因為什麼？這是生存的問題啊。現在好了，現在所有的庫克也好，所以阿斯麥爾也好，他們也有生存問題啊。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啊，所以說這個馬斯克他講得非常清楚啊，他從頭到尾就會覺得說，我們要用商業邏輯，這是最基本的來看待我們美國的。對不對？美國的自由主義講的是商業，不是講政治啊。美國很少講政治，而且我現在已經點出來，美國的政治有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啊。這個錯誤就是說是你認為我一旦制裁你，一旦阻礙你的這個使用，你就自己做不出來了。剛好相反，像華為啊，像這個什麼中興啊，他們這些的話呢，他們要反過來，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一定要找到替代品。這個替代品的話呢，原來的話呢，我覺得大家坦白講，10年前的話呢，相信整個國際化的過程當中，你做高端的，我做中期的，我賺的蠅頭小利，你賺的大筆利息，那我基本上的話呢，可以容忍。那你現在一下阻絕我以後，我在猜想啊，不出3年到5年的時間，那整個情況會改觀的啊。這個跟所有的我看到所有的產品，只要你不賣給中國，中國大概不出3年到5年自己就有了，而且有了以後，它不但不要，它再倒賣回去是白菜價，你要記住。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委員又怎麼看？另外，剛剛提到說這個庫克現在也在游說白宮啦，希望能夠買大陸長興的 DRAM，委員怎麼看？中國大陸是蘋果手機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哦。就大家如果到上海那個南京東路步行街去看看哦，就人最多的2家旗艦店，一家就是華為的，一家就是蘋果的。所以呢，長期以來庫克非常重視蘋果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哦。那麼蘋果長期以來綁架果迷靠的是什麼？就是我曾經跟大家說過，跟晶片跟這個 NVIDIA 是一模一樣的，靠的是作業環境。所以用蘋果的人用慣了，你就因為你是 iOS 的系統，所以如果你要轉到 Android 系統呢，在這個轉換過程當中很麻煩。所以當你一開始用了蘋果，你就接下來就只好一直被綁架哦。那同樣的 Android 系統也是如此啊，因為你用了 Android 系統，你要再轉到 iOS， 你就不習慣了哦。所以呢，長期以來的這個邏輯是這樣的往下推的。可是現在問題來了，因為美國現在開始對中國大陸進行科技圍堵，
所以它有很多通訊科技的軟體，它都限制了中國大陸。比如說 Android 系統，它不給華為用，所以華為自己發展了鴻蒙。好 ，WiFi 的系統也不給他們用，所以他們也自己發展了他們自己內部的系統。可是殊不知做這樣的事情是等於是敲響了蘋果的警鐘，因為當所有的系統跟這個西方跟美國的系統都不相容的時候，你如果是中國大陸的使用者，你該怎麼辦呢？你還要用蘋果嗎？你用了蘋果之後，可能很多在國內該用的這些這個相關的軟體，你都用不了了哦。所以我觉得庫克現在最怕的就是这個，他一旦蘋果失去了中國大陸的市場，那對蘋果來說等於是致命的一件事情了。那你更不要講說他現在要用這個長興的DRAM，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大家的DRAM都拿去這個生產的產線都拿去生產 HBM 了，高頻寬記憶體，為了做這個 AI 的這個伺服器，做 AI 的這個算力中心，所以沒有人要去做手機的芯片了。可是对手機晶片來講，我們不見得需要這麼複雜的工藝啊。但是問題是，如果沒有人要做，那你說蘋果的這個手機晶片從哪裡來呢？所以前一段時間才會傳出說，因為芯片的價格，晶片價格暴漲，所以未來的蘋果手機可能會漲價，這個 Mac 的電腦會漲價，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啊。因此，如果今天庫克不解決這個問題，它的價格漲得這麼高，那你說誰願意換手機呢？誰願意換 Mac 的電腦呢？因為這價格太高了，消費者未必能夠接受。好，這個我們剛剛聊的都是硬體哦，那現在也來聊聊軟體哦，讓美國壓力大增的還有軟體，因為呢，這位也是大咖說的，前 Google 的執行長直接示警了，他說呢，中國的 AI 技術只有輸美國幾秒而已哦，晶片封鎖是完全的失靈了，他直接嗆美國的政府。華爾街現在也感到很不安哦，因為智譜 AI 最新推出的這個模型 GLN 5.2被認為性能已經可以直逼 Anthropic， 那成本只有對手的1/4而已。那 DeepSeek 也完成了人民幣500億元的募資，大舉增財。再來就是 token 了，我們知道這個中國的 token 很便宜，現在用了一個方法是從西送到東，那送的就是 token， 大幅降低這個算力的價格等等。那幹哥又怎麼看 DeepSeek DeepSeek 的這個2.0時代難道真的來臨了嗎？這是美國最擔心的。你聽這個最反中的這個老兄講啊，我想這是最怎麼樣？最經典，對不對？施密特，前 Google 執行長，你知道他什麼出身背景？他以前是美國人工智慧財產保護委員會的委員，他在裡面專門講什麼？知道？不可以賣那個晶片給那個中國，我應該全力防堵中國的那個 AI 的攻勢。我跟你講。這樣才能夠維持我們中國的在 AI 領域，美國在 AI 領域上面的優勢，所以它是完全反中的，然後是等於是鷹派裡面的鷹派。結果他最近講一句什麼話，你知道？他說：“我跟你講，現在中國輸美國的 AI 技術只剩6個月，可是從 AI 的角度看，只是幾秒鐘，再過幾秒他就可以贏過來了。”他自己講的這種話，為什麼？他說就是因為開源。開源的結果，你知道？他說開源是很不保險的啊，好，就是他可能有隱私的問題啊。可是問題是，如